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我们来短短的占卜题目是新恋人的一些检测。他是谁？他在哪？他现在可能在哪？你们认识了吗？我知道我们很常做一些类似的。那今天不知道特别能量感觉非常强，即使我现在觉得非常疲惫，但我还是觉得很想要来侦测一下，来找讯息哈。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那等一下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来，第一张，不用看字号就看图哦。好，第2张。好，那我们就不啰嗦，选好了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的检测，我们看能检测到什么样的项目哈，什么样子的讯息。来，我们一样从5张能量的分布来看一下哈。我先帮你看一下，你们2个之间会有一个美的距离啦。好，我想感受一下这份距离大概是到达什么样子的端点哈。我们来多翻几张牌一起看一下。好，这里1号，这里先压着，看一下其他的牌哈。从这个位置的话，好像这个牌也是可以翻的。我先走这一张哈。目前看起来哈，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你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会遇到的，然后我觉得你们的沟通很少，你们的对话很少，你们都在这个工作里面埋头苦干了，就是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我不认为你们有什么很强的连结，或是很强的工作上的交流。那自己有没有在很近的空间？有。其实这边有看出来，你跟他算是常常一起合作某个共同项目，但是情感面看起来是闭锁的，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你们比较多的时间在谈论在工作上。因为我这边有多了一个疑问是，有感觉彼此的特别关系吗？还是到现在都完全没有感觉到？目前有2个点都说明了，其实这2张都有，都说明了你们还没有想到，或是其实我觉得是想到，不是感觉到，你们的关系已经有一点点转换成一种习惯，这个人在附近。可是我觉得照理来说，照这里的讯息来说，应该要有一些感情上的讯息要出来耶。那为什么我说应该有，可是却没有？因为你们好像有被职务上、关系上、角色上被封闭起来，所以我只能说没有往那边想，没有往可能有恋情的方向去想过去。这就是你们现在2个人所谓的距离上的美啦。距离上的美。那我总觉得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突破点，为何？因为你们2个人现在的距离都出自于你们2个人的决定，你们2个都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无意识。所谓无意识是你们没有想过，没有感觉到，可是你们的意识里面已经有决定说不会往那里想，你们的关系已经很固定的，不会往恋情方向想。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个可能性是，如果现在有人把这件事情说破的时候，你们是否能接受，或是接住，或承受，或是
可以想看看，还是完全的排斥哈？这一件事情是也可以用翻的啦，也可以直接用翻的。那这个概念，好，我想都已经讲到这里了，还是问一下哈。来，我来看一下这里哈，直接到底是什么哈？我再重新定一下那个题目，就是如果有人把你们两个人对彼此有好感的这件事情说破，或是引诱到其实你们两个是有对彼此有好感的这个方向，或是你们知道了对彼此其实有好感，或是对有人开口突破了这个疆界，就是也许对方有来说，其实我对你有特别的感觉，或是就是有一种类似表白的之类的啦哈，你接得住吗？或是你跟他表达你接得住吗？或是我觉得这一题要比较完全是两个人都被动啦，就是被暗示了，就是也有可能看到你们两个其实还蛮适合的，用一种揶揄的开玩笑的方式说，你们两个还蛮合的，怎么没有试看看交往这类型的，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叫醒或打醒吧之类的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关系有没有能接住的可能有没有能发生的可能啦。好，来，我先说，这里说还是有可能，可是还需要一阵子，还需要一个距离简单来说，这个可能不能是现在。那他这个可能有在暗示说，时间再拖久一点，它应该有可能会自然而然就发生，会出现有，但是两张牌都说，一个说还早，有可能是有可能啦，有机会是有机会，但是还早。一个是说不是现在，然后这里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火花还差一点点直觉跟默契，我觉得这里是在说这个。我觉得再更白话一点，应该是说你们两个现在还不够靠近。那再更生活化一点，就是你们两个好像还没开始谈心，还没讲过自己彼此心里的秘密，甚至你们两个到现在都还不是朋友。有的你会问说，我们一起工作了，然后也可能上班下班一起出去吃饭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是朋友？因为你要知道，朋友的一个最基本定义是，你们有可能已经交换过心里的某些秘密。那这些秘密可宽可窄，宽的话就是你们两个有在偷偷讲谁的八卦，这就已经是某种交换秘密了或是只有你们两个在批评什么，或是偷讲什么笑话什么，就只有你们两个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这种小小的内心的交换。而我说的不是那种很重大的秘密啦。其实你们两个私下有互相讲自己家里的状况，就已经有点算交换秘密了。那这个朋友应该会已经有从最基础的方式创建起来了啦，好吗？我的意思现在这里是说，可能连到这个程度都没有。那你们在生活里面的出现已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习惯性的关系，就是习惯成为工作同仁的关系，常常出现。然后大家一起去吃午饭，或者去聚会晚餐，那也是一个习惯性的朋友关系，这样。只是这里5张牌期待值很高。而且完全没有围篱把你们两个封锁住，完全没有围篱把你们两个封锁住哦。封锁什么？封锁你们的爱情的可能这里完全没有这个角度，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新恋人就在你的工作场合里耶。有的时候。该怎么说？你知道，在工作场合，有的时候不容易的原因是身份的已经确定，或是工作身份的制约
它在某种条件上不允许你们把身份讲出来，这样。那我们现在这里是个状况，那我不能偏离今天主题。今天我们要看看他是谁，他是不是也许就可以帮你很确定这个人就是原来就是他，他已经在我生活里出现了，这样。那毕竟我们现在讲核心的位置了，我们先把你们两个的距离之美，或是多远的距离哈。我为什么要把它设定成距离之美？因为这题我从一开始设定就觉得应该还有非常多的城墙疆界距离需要突破，很近了，但是心灵的距离还早哦。这就是我今天这组牌突然临时要突然算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出发点。即使我已经现在真的分才非常累了，然后我都觉得我眼睛都没有，我都是闭着眼睛在讲了也许等一下开始讲梦话也不一定，那表示我觉得灵感很强无所谓 ，anyway， 只是觉得。我好像已经先设定了某些框架，它就是一个有距离，心里是有距离的，而不是肉体距离的一个氛围里。那你也知道，我很少会巨细靡遗的帮你找到这个人是谁，但今天特别想翻一下，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好，那现在整个状况是这样来，我们来先从这2张，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最天上、最远的宇宙跟最深的可能地心吧。的讯息我们先来看最远的距离的讯息说什么。又是这张，这里没有又是，这里是全张吓我一跳。我想说2张的话，那好像需要有什么事情要立刻发生但还好他没有。我为什么说还好？没有，因为我觉得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有很多能量没有准备好，我怕它一触即发，有点可惜。但是圣杯皇后也不是一个冷静的位置，只是还好牌阵的这个位置它太遥远它太遥远，所以我把它归类在它某种更遥望的。你把它当成想说有一些神。神是拟人化的一个状态啦，我都会把它讲成是它是一个能量很遥远的某个能量。如果在窥视你们2个人的现状，你们去它的最单调、最单纯的形容，他会怎么诉说这一件事？他的角度我来其实他是澎湃的，他是觉得。为什么还不开始？这关系可以开始了，为什么还不开始？这样这个牌是非常绝对光明面的，它没有对任何事情有负能量的思维，它是全善的，它是全亮的，全光明的，很遥远的。其实讯息是非常单调的，那是因为。把非常多的杂念都去除掉之后，留下最后一个讯息。然后这里给的讯息是，应该已经在一起了。为什么说应该已经在一起？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是没有在一起嘛。那他这里的牌是说在一起啦，已经有了，有什么？有感情啦，有相处的浪漫啦。那为什么他这里好像是现在进行时？因为他这里我觉得他是没有一个时间性的。它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没有所谓的前面后面什么，它就只是在确定一个讯息这样。所以这边是说有了，可是这里的时间性却说还没到这样。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当成什么？会有在未来里会有那得到这个讯息应该算蛮开心的啦。似乎我们已经得到2个线索，是你在工作里面可能会找到新的那一人、新的恋人会有新的恋情这样。那怎么发生？怎么这边就没有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我最喜欢的位置。通常啦，牌阵是没有这一个节点的，而是我非常在意这里的讯息，我每一次都会特别想要去翻这里的讯息。
我有的时候会最后翻，可是我觉得我先翻，他给我的指引比较快，比较快。好，来看一下，但是这里的讯息有很高的成分都是呈现负面的，但是如果它是绝对正面的牌的话，那就表示不得不把这一个好消息跟好讯息跟你们说哦。来，你看一下，哦，这里是金币骑士，那我觉得它完全符合了前面说的，还早哦，不是现在，这里时间性被框住。所以我说这个光明面的，我一直说它是一个绝对乐观的啦，因为他没有在管什么先后顺序，他就只知道有而已，这样。那这里呢，他有一点点不得不承认，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正走向成为恋人的方向去。但是我必须说，他的形容会比审判牌来得更长，他的时间感更长，因为他这里就像我常说的，它很像大海里的一个小船、小舟哦，小小的，可能只能坐2个人那一种。或是整个沙漠里，好，夜晚的沙漠里，只有一只骆驼陪着你的位置。那你想，这2个场景都有所谓的没有方向、无人之境。你以为你要走到哪里，可是你不知道你要走多久。所以这里我觉得也不用气馁，他确定了一件事是有在走，有在去，但是时间还很长。那这里还是没有帮你形容是谁啦哦，但是我一直觉得这里有一个偷偷暗恋的思维在这里盘旋。只是当我发现有一个偷偷暗恋的思维在这里盘旋的时候，时间点并没有出现。所谓时间点是现在吗？还是将要有？但是我觉得我深刻的去捕捉的话，我觉得他讲的是将要有偷偷暗恋的氛围，所以应该是说什么？从这一条这里讲的所谓的再等等，不是现在慢慢就会有的这种时间思维来说，也就是说，应该你们2个会慢慢的出现对彼此有感觉，应该会有一些特定的事件或是相处的频率次数累积到了某个端点，必然要有很接近认识有感的那一个新阶段会开始。哦，如果我们倾向于相信绝对光明面的说就是有的话，一样啊，至少知道这是个存在的将要存在的具体讯息，那我们就只能等哈。他就没有说在附近，不是没有在附近，不是要最近发生，但是是在附近，是在附近哈。那回到这2张牌，圣杯4、宝剑8。其实我一开始就得到一个讯息，只是我不确定啦哦，因为它比较负面，它比较个人化。一开始就有一个讯息说，你们2个有一点点刻意不要看到彼此，所以我从这里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暗示是，你们应该有一些小小的情愫，但是真的因为工作上的场合的身份问题，在你们的关系里早早就同时定义了，不要超过，不要多。也因为这个感觉很早就被定义了，所以它从来没有发芽，它就被定下来了。他就去转成去一种普通朋友的状态，好像没有办法再往前，因为你们这一个有意识的不要往前，慢慢的变成一种无意识，甚至已经越过了潜意识，它比较容易出现在一种不知所云的梦里。你们会突然梦到这个彼此，然后在里面可能有比较近的聊天，比较牵手或者靠着肩膀的画面在梦里，然后一醒来的时候又觉得，这不是真实世界，应该不会发生。可是
我这边确实是有看到一种主动刻意的回避的讯息，在非常早期、非常初期，你们遇见的非常前面的时期，立刻被封锁起来。哦，但因为牌阵的位置的关系，这一件自我的封锁，就是后面促成你们两个感觉有一触即发的那个时刻。我觉得这是一种。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们用观众的角度看，会觉得，这两个人明明互相喜欢，为什么要这样子表达？可是对于剧中人，他们早就已经没有感觉到对这个人的喜欢，他只是其实，在生活中，我非常常遇到这个情况啦。你一开始对人的好感，有的时候很难归类成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想要喜欢、暗恋，很难立刻归类。那为何有的时候一开始遇到有感觉就立刻回避、封闭，像这组牌？因为一定有关键性的外在条件是不允许的，譬如工作场合。但他有一个感觉是，他可能是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之类的，就是在更严厉的这样。好。那也因此可以看出来，你对他或他对你来说都不是这个工作场合的新人，应该已经相处好一阵子了。因为这里都有一点点的麻木的感觉，就是情感的东西被锁住了。但是偏偏对于未来的可期待性，竟然出了3张牌，那就表示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一题是非常明确的，那也表示无法特别去对对方做什么，而把彼此的感觉凸显出来，或是表达出来，或是拿出来彰显出来，都算。就是现在没有那个时间点。那基于这里，我直接翻一张来问问看，现在真的不是好的时间点吗？因为我相信有朋友应该有突然想到可能是谁了。那我就给你一张牌，我很少会这样翻，但我今天就直接翻。我就直接翻2张牌的组合来告诉你，现在有可以刻意突破的能量跟牌子上的支持吗？来，直觉说不深入表达哈，免得有的时候我有点太善良，会把你们引导到可能哈。好，这里说还没到，跟这里都符合啦。门没开，门还没开，那一个可以告白跟表达性突破关系的门还没开，就这样，还没开，所以这个符合这里说的，再等一下，还要等。只能说我们非常常在不同的故事线里面发生这样子的逻辑跟模组的牌啦，就是明明就很近了哈。也有一些选1号牌的朋友已经想到是谁了哦。那这边牌面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是有一种劝阻的状态。可是我必须跟你说，牌子很喜欢，尤其是我个人加种2种能量的与会结合，我们很喜欢。给你的讯息是已经确定无误跟完美走向，记得关键字是完美走向。对我来说，我的意识是不容许有太多或是几乎不要有负能量跟随我的讯息走的一个状态，除非牌面上真的是每况愈下、直直落下的很差的状况，我想要用我的绝对乐观去扶起来都很难以扶上来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才会用一种比较悲伤的状态去跟你表达。所以我说这里还需要等一等，这就是已经是我所接受到的负面讯息了。然后我已经接收到这个，我就不能去催促你去找到它，或是给予你没必要的勇气去发现它。我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帮你翻2张牌，你也可以当做我把责任推卸到牌，让他帮我解答。也许我的心思是觉得翻出个好牌，让我有个正能量，或是有个依据去
鼓励你去突破这个疆界，就算现在，那我怕你浪费时间。可是牌面上却阻止了我往这个方向走，用比较更强烈的双时间的长度来告诉你说，还没到时间，门还没开。我会先解释这张牌隐士牌，它在告诉我说，要深究一个答案，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很强的冷静跟孤独状态去等待。那世界牌直接告诉我，有门有去的那个门，这里也说有去可以去到，但是搭配隐士牌，它是背对着门。背向着门，隐士牌它就是一个躲起来去思考什么的。那他需要躲起来的时候，他还会想要去打开一扇新的门吗？没有，他是去躲起来，他也不是完全躲起来的那种逃避，他是需要孤独去把事情搞清楚的一个状态。那他需要时间。那他就不会这个时候去另辟一个新的门来给自己新的方向，因为他有现在的事情要弄清楚，要探查，尤其是非常内在的自我语言对话，所以门是没有打开的，还需要一些时间。这已经是第4张牌来强调时间还没到哈，所以目前我们唯一开心的是这个人在附近。那我必须说，如果有些人看1号牌的朋友，你已经发现在工作上我说的是谁了，而且有感觉的话，你直觉就是觉得是那个人的话，那我只能说牌面上说先不要说破。那他先不要说破或打破，一定有很多理由。第一，也许对方早就知道这对你有感觉，他也在创造新的蛮好的事件点来跟你说啊。不如等他哈，这里好，只是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对这个人有巨细靡遗的形容哈，因为很多讯息就是没给嘛，他就是喜欢讲状况。那我翻开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人太多的剪影跟画面，有的时候就是会有，那我就会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各种喜怒哀乐，或是性格的跳跃或冷静、沉着、阴沉这些。这题，有一点点感觉是，他还蛮不喜欢冷场的，所以这反射出他很喜欢去补别人的话。当人讲话讲不下去，他会去帮忙补话，或是他也有一个小小的，这应该是优缺点并存吧。他有一点点太爱解释。那通常太爱解释的人也是太热心啦。也是很热心，很喜欢分享，这些混在一起讲。好，我目前觉得有这些。好，我们再下看这张哈，这张先。好吧，开始有一些因为我心底翻这张的时候，我给自己的题目是给我一点线索，告诉我他现实状况里面的样子啦。那这边可以告诉你说，他有冒险心，他对很多事情有好奇然后很容易感到惊喜然后也有一点3分钟热度，主要是因为它的热能弄得很快。通常如果这张牌出来，我们要去让你假想一个最接近的人的形象的话，你可以想想那个小丸子你看他那个非常 pure 的状态，火的状态但是那个是比较接近权杖4者。但是这里权杖1，我只能跟你说，性格上可能不太像小王子，但是那一个对事物的好奇心，想要尝试，想要创造，很有人性，很立体的一个人性的人，他是这个状态的人。那你可能会常常觉得他每天都有不同的笑话，他很浮动，他没有那么安静但是他很会让旁边的人热闹，旁边的人开心。对于喜欢寻求很稳定、很安静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吵。可是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欣赏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热心、很乐
于把自己分享出去的人，他甚至有点没什么本位主义或是个人主义，不会这么强。但这也是缺点，我觉得他有点忘记自己也可以是第一顺位。你看，他就是这种这种性格哈。好，我们再多透露一下，找一下讯息哈。力量的话，我从这里我会觉得这里有一些希望跑出来了。我觉得他有在。不是他有意识的在我要讲的下面这句话，我要讲是说，他的灵魂各方面应该有方向性的在慢慢会跟你变好。你看我的用字哈，我没有说慢慢跟你变好，我只是说会慢慢会跟你变好，慢慢的会跟你变好，也就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你们。应该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动，就不知不觉的变得比较近了，然后进而会走向我刚刚说的所谓的朋友的定义，就是你们可能要开始交换一些秘密或内心的话的这个方向去了。也难怪前面一直在抓住时间还没到的一个缓慢性了哈。因为力量牌。它的力量是一种温温缓缓的、不可视的。我觉得它很符合我所说的，人生真正的故事都在你没有看到的地方发生。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在刻意的去追寻他，在刻意的去找到他是谁的时候，也许在他那边的故事线的时候，他已经偷偷的喜欢着你，然后再找到更好的方法接近你，或是。慢慢的让你喜欢他，只是不会那么明确，这就是我说的另外的故事线发生。等到你觉得我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什么东西来不及？他早就已经让你喜欢他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对他的喜欢不是突然间的，而是他可能有意识的慢慢的靠近你，然后他也比你早发现自己对你的感觉，这样。好，大致上他的一些状况也差不多，就这些哈。好，那今天说过就是短短的，短短的，让你大概有一个方向，这样一样。那我来抽2张天使牌，然后这2张针对这一件事情跟你跟他的关系，给2个讯息哈。我看看他这2张讯息有没有很贴切哦，有没有能够很贴切？来，好，我们先看这里。好，这里好，来，让我戴一下眼镜看哈。哎呀，好啊，等等哈。看一下这是几号？33哈。我们先看33的天使是耶惠亚，他讲的是一个 follow 他讲的是步伐，就这么巧，他这边又讲着步伐，他讲的是每一步都有值得的变化。虽然它的本质上是说每一步每一个经验都能让你变得坚强，它原本的概念是这样，但我觉得这里更多的诠释是。完全呼应今天的牌，它就是要慢慢的让你们一步一步的靠近吼。我只能说从天使牌再去确认这一件事情啦。你可以把它设想跟规划成或是预定成是一个惊喜啦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我有比较多的强烈的感觉是，他可能比你早就发现了对你的感觉。只是我没办法确定，这个比你早是已经有感觉，还是接下来要发生这样。所以的确是符合这张牌了哈。那一小步一小步要慢慢走。那他把时间感归类在一小步一小步，那就是没那么快了哈。那只能说一直在重复强调这一点。
通常都是有一个意识的，有一个意义的。他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时间还没到，是缓慢的，然后到最后天使牌到时候一步一步，那就表示现在的时机可能不好，或是现在两个人都还没有在心灵上准备好要相遇。这个我们非常常讲。好，一切都是能量的事。那不要去找他，不要去发现他。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有人已经非常确定了。这边的牌没有支持说破哦，这边已经说了，所以就不再赘述了。那你就再等一下，应该会有更好的时间啦哈，反正不会跑掉，他终究要来的嘛。好，来，再来是36哦，36是梅纳德哦，梅纳德，这个比较严肃哈，不过我觉得他为什么说他严肃？因为他在讲一些所谓的 works， 就事情是否能达成，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在偏向所谓工作的价值，但它这个工作并不是说上班下班这种工作的，它的意思是说劳动的价值、付出的价值、有行动的价值。哦，那他希望这边在讲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特别要讲这个，但是我把他的讯息讲给你，就是他希望所有的劳动，你都可以把它设想成一种服务他人的性质，满足别人的需求的性质，你会比较快乐。为何别人会需要你为他工作？因为他一定做不来这件事情，他需要你的劳动去做。那当我们把这个心态转为一种服务人世间的概念，你会比较快乐。这组牌有追求更高的东西啦，他希望你会以一种劳动的方式，慢慢的升华跟体会一种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这里比较偏向于，当你感受到利他主义的真谛的时候，你的快乐会加倍，快乐会加倍哈。我觉得这个讯息在这里出来，应该没有特别要跟这里连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你跟他的关系，可能有帮助吧。毕竟他在讲的是工作上的付出哈，那这个就没有即刻的答案，就只有讯息的传达，那只好我们就做下去吧，改变一下心态吧哈。我自己也从他这张牌得到的这个利他主义的美，获得蛮多的哈。那刚好这里出来，那就一起分享给你。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讯息就先给这些好，那你慢慢体会。记得，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2个事情，我还是跟你说：第一，时间还没到；第二，时间没到就表示，如果你发现了，或是你以为是谁，先不要戳破或说破哈，就还是保持原本的状态就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好。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的一些监测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他在哪，他是谁，他的能量哈。今天会比较短一点点哦，我来帮你看一下一些基础的能量。那我们一样选5张牌来看一下先基本的能量分布哈。那我们会把第1张牌讲多一点哦，因为它处在一种比较强烈的核心定义哈。来。金币8还不错哈，来，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的牌的位置，我先抽完哈，再多先诠释一下这张。好，这个我们先来诠释一下中间，我先不放，我看一下这张哈。第一个讯息是，应该是你们应该是有相处有互动了啦，因为他这张牌讲关于这个题目，他有一个已经要有收获，而且要收获什么，在能量的定义上已经审核完了，
也已经安排要获得什么了。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是没有互动的，又要怎么知道该获得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方向，就是以我觉得是已经互动到的状况来说，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方向是，就是你们两个如果能量本身就非常契合，那它也有可能是已经到了要相遇的端点，相遇的事件也要出来。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仅限于两股能量非常契合，不得不遇见，无法错过彼此的一个状况。这个是非常强烈的。那这个强烈到，它很有可能在你们遇见的时候具有非常强烈的碰撞，会有非常强烈的悸动啦。只是以土能量来定义的话，我觉得这个比例偏小。那我们就看我用这张翻4张，我直接翻4张来看这2条路应该是偏向哪一个。好，看看这里有没有在告诉我他是谁，离你的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好，来4张哈，是。又是钱币，国王，是哦。好，让我看一下。首先这2张，先告诉我，你们已经关系要进入某种成熟阶段，然后就要进入新恋人的阶段了吗？先不看这里哈，我从上面先觉得，你们彼此的感觉应该要找到某一个出口了。通常要找到出口，就表示有一个事情要发生了，也表示你们已经是非常近了，也表示你们应该蛮熟悉的，但是一直没有触动彼此爱情的那一个感觉。但是已经到了满点了，快到满点了。身体上、事情上、事物上、生活上、遇见的频率上，已经只差一点点了，因为它已经至少到8了。我们只从能量上，情感上已经要该怎么说？没有再可以往上的了。如果要再往上，就是要换一份关系。那可是金币国王这里又告诉我说，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去特别创造的更强而有力的事件来去让你们的关系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这里又在期待某一个事件要发生，才能把你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坦白说，就是先不看这里，因为我也还没看，所以我不我只能说这里的可能性是可能需要一些灵光啦。所谓的灵光，就是会有一种突然看对眼，它就是一个很瞬间的，它也有可能是从某一种触摸手跟手的不小心触摸而产生的一个新恋情，而产生的一个情感的爆发。它就是这一组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动作，让你们发现自己的在意，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哦。需要一个小动作让自己在意。那好，那我们来看这里。我必须说，应该会有他人的协助，他人的帮助。我在这里看到了某些人的把事情说破了，这里也看到了某些鸡婆，我也看到了某些不理智。我这边得到的第一个讯息，它比较像是你在影片或影集、电影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人比较不识相的对你们两个说：“你们是不是已经偷偷在一起了？”那他会这么形容，比较像是他已经在一种
白目的状况、莽撞的状况，直觉的感觉到这件事，他就脱口而出了。我必须说，这个不是必定的状态。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可能是敲开你们两个爱情的那一扇门的一个瞬间。从这种特别的小事情，让你们突然对彼此的感觉很特别。它也符合我刚刚前面说的，会有一些小动作或什么。只是这2张有比较偏向另外一个人对你们做了什么而产生了新的感觉，这样。那这张也可以看到某些他人的失恋，而让你或这个人感受到近在咫尺的美好，不能错过。也就是可能感受到别人的失恋的故事，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你身边有他，他身边有你，这已经是比别人更幸福的事情了。然后你们还把关系，或是把彼此的感觉设定在一种普通朋友的状态里，而就在那一个瞬间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灵魂契合的瞬间就跑出来。这组它真的比较偏向于一种更加灵感的、更加直觉的。出现一份关系的一个状况。好，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这里出现的金币能量，我觉得都还蛮厚重的。他强调的就是那一个瞬间出来的时候，会在平淡无奇的小事情上面激发了某种强烈的直觉。你可以把它想得很浪漫的状况了，因为它必须要在很平淡无奇的生活小状况里面，跑出来，那它必定浪漫成分就不会太少，也它会有一种转角遇到爱的瞬间啦。它有很多的不经意，那个感情就跑出来了。我只能说，这个是第一个线索。那这个线索讲那么多，他还在偷偷在讲一件事情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边在说，你要跟这个人发生这么多小小的不经意的状况，有一个基本条件是，你们应该很常遇见吧？如果不常遇见，要怎么一直创造这种小状况？而那个小状况创造的时候，刚好你们就都在彼此旁边呢？所以你们有一种要好不好的状态，该说是闺蜜又不是，该说是好朋友又不是，可是出现的频率又很高，能够见到这个人不难哦。那这里没有特别说，可能是工作上每天都会遇到的了，没有特别说。那这里的朋友的能量比较强，哦。这里有在说，你们遇到的时候，各种心态、性质上都有比较偏向年轻的状态，所以我不觉得他应该是在工作场合哈。工作场合大家都会更加严肃，更加的让自己成熟个几岁来去面对生活的压力这样。不过基于这一点，我还是可以翻一张，我就直接帮你翻一张来看看，就问最简单的牌面直接给答案：是工作上的人吗？是工作上跟你很要好的人吗？哦，一张直觉哦，我就不深入看图或者是文字。这牌乱了耶。好，没问题。来，一张。还没哈，我觉得还在没有归纳中，等等哈。有一点啊，这个力道不强，但我觉得可以抽了哈。如果我们用我现在这个题目来说，是在工作上吗？有像，但是我觉得它更偏向
朋友关系里面不太适合变成恋人的这个走向。我先说为什么不太像很像工作，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所谓的锁住个人情感的一个倾向，所以也就是说，在工作环境里，你喜欢谁，谁喜欢谁，或是不适合有办公室恋情，它有这个走向。还有一个走向是朋友，大家做很久了，两个人突然在一起会很奇怪，有这个状况，所以它会变成是一种已经很老练的作为彼此的朋友的状况在这里，所以他很难自然而然的进入恋情，他真的需要这一个小片刻出现，让你们可以变成恋人，也有可能就刚刚说的这个白目状况或第三者发现他们帮你突破了这个破口，然后就在一起这样。但是这里有一个端点或是城墙，墙面门很硬，锁得很紧，这个是什么？就是你们没办法从自己发现那一个瞬间，他一定要有事，其他的事。我的意思是说，这里是说你们没办法自己去创造，所以选择2号牌的人，你可能以为是谁，然后你想要去创造，然后跟他变成恋人，这个方法好像不同。它是比较被动的，要发生一种很奇异点发生的事情，这里比较偏向这里，这里比较偏向这里，所以，我通常会这么说。第一，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各位不要因为看牌了，然后知道更多线索之后，来去把相遇或在一起的时间往前提，因为你会多做什么。当然，你的思绪上会有很多的新念头，但是我个人会比较不希望你们去促成什么事情这样。好，然后如果会有什么事情大概会发生促成这件事情，我就会把它讲出来。那我们翻这里，我这边我会比较希望你们把概念放在乐观。我们需要的是抓到这一个应该是可被预知的方向跟轮廓，我们要抓到这个轮廓，然后告诉你说，你附近有这样子的好能量正在发生，所以要乐观的期待着，不是绝望的。你会说，听了这么多，常常都是有，可是都没有发生，或是很晚才发生。那是因为我会尽可能的、极尽可能的发现你们的连接点。可是有的时候事情其实有发生，但那就是不够浓到让你们两个有意识到彼此的那个感觉，或是你开窍了，他就还没开窍，那就会错过。可是能量有的时候很近的时候，它就会像这组，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某种很奇妙的，你可以说是暧昧，但我会比较想形容它是一个情愫啦。好，当然我也不会因为真的看到了不可行的路而把它说成可行，几乎不会啦。我只会把它形容成一种没关系，它是一个经历，很重要的经历，这样哈。那今天这组，它有一个很罕见的点，需要等它发生啦。因为确实你们没办法做什么，没办法做什么。那他，我觉得你们很近了耶，就差那一个情愫被突破哈。我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无论多少人出去，你们好像都会坐在彼此的附近，不会偏太远，然后在彼此的附近却不多话，这也是蛮奇妙的哈。好，那我觉得这个中间核心这个问题，这里就到这。来，我们来看一下，更乐观的想法、更光明面的想法的角度，就是它比较像是宇宙的非常遥远的，可能冥王星、海王星那个位置，在他的眼光里，我们是非常渺小的，所以他比较能够抓到一个全面全局的概念。他没有那么多细节，没有那么多繁琐的情绪，他就直接看待你们两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牌的概念会怎么走？隐士，
你们会发现的，你们会发现彼此的感觉的，你们会发现彼此的感觉的。不过它这个也是土象的啦，也是属于这种的，那就是它更像是还需要慢慢走，还需要慢慢把脚印走出来，要走到那里。它不太像是你以为有，然后你可以奔跑的加速到的位置。所以这题真的很需要整个能量自己完整起来，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可以创造一些诱因，譬如说发文啊，做一些举动啊，会产生一些诱因，激励对方。这个题目很容易在对方想要告白前的那一个那这个状况很容易出现在你要告白的那个题目前后。我会帮你们找到一些你能够做的事情来去推挤这个人的行动。那今天这题我觉得非常固化，有一点固执，他就觉得这里就觉得。促成你们两个有感觉的那一件事情是绝对被动的，是他人的，是别的这样子。那还好，这里这么乐观、这么光明的角度说，你们会遇到的。但这个说法我觉得也算残忍啦。你们会遇到，却没告诉你多久没关系，我们来看这里这里通常也算是比较靡靡之音，它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它也不是一个很靠近你我生活最近的一个讯息。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牌阵的未来性，他所看穿两个人关系的核心重点、最大的秘密的讯息，我觉得很准。好，来回来看一下5。圣杯5的话，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怀好意跟小小的戏弄。他说，你们应该已经有过很接近，有感觉到彼此喜欢的片刻了，可是都选择没有发现，都选择没有感觉到，然后有犹豫，有一点点类似犹豫，有一点点类似自己好像想错。我只能说这张牌有说你们有错过相认的时候，相认什么？相认彼此的感觉的时候，有错过，而且是极小的感觉里面的瞬间错过，而且不止一次，有的时候是眼神错过。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我帮你翻一下。这边有在告诉我有一个很奇妙的距离感觉，有一些画面。像果然呢，你们一直有遥望彼此的感觉耶，就是还有会确定彼此现在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离自己多远。你们中间一直有这一个奇妙的感觉耶，就是你们也没有要走向恋人，那又何必在每次遇见的时候都要确定他坐哪里，他离你多远，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跟谁走在一起？这样子有很多的确定了对方的存在感的事情，这边有，然后也没有要那么确定，有一点点比较偏向，只要知道这个人现在在附近就好了的感觉。这是一个没有互相交换的暧昧状况，也算是一种不能说多余，特别的在意。那这个在意跟这个确定，有的时候会换来某种跟幸福有关的安心的感觉，就有点像说，好，有在就好了，然后不用多，就有在就好，有在旁边就好了，没有跑很远就好了，不会多到一种能表达出来的喜欢。但是
我觉得这里把它说破了耶。这边把它说破，这种平淡无奇的在意，其实就是在酝酿你们两个会走向恋情的一个不断累积的基石。他也有做哦，我现在在讲的都是两个人同时都有的状况哦。好，我只能说2号牌还蛮多奇妙的浪漫的，还有奇妙的暧昧在你们两个中间发生，可是一直没有特别跳跃式的，譬如说慢慢走，突然加快，然后慢慢走，突然加快，没有，它一直都在稳的稳定频率中累积你们的相处，而且这个时间有点久了哦，那基本上在圣杯10的状况的话，应该是要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啦。但这个事情比较偏向是确定两人感情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这2张是辅助牌，核心牌是金币8，金币8后面还有9跟10，它后面代表的是什么？你们两个都还要经历，可能你们会有一段时间会比较不常见到彼此。因为我觉得金币9的能量会带来所谓的个人独自性、个人化会强一下。然后，因为这一个你们可能会比之前在比较少遇见的这段时期，会让两个人之间的能量呈现一种有思念性、有罕见性、有好奇、有想念，这些很不明确、也不明显、也很难定义的情愫，会混在你们下一次见面之前的时间里，然后他才会慢慢的在进入有可能有欲望的、有欣喜的金币10的阶段，而那个阶段会有更澎湃、更稳定的两人关系会再浮出来，然后中间可能会再加别的能量，譬如说新的相处、新的个性、新的想法什么这样子，就那个稀罕度有增加。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还差这2个阶段，所以时间还要再拉长一下，才会让你们两个进入那里。哦，那我想后面这些其他的外来因素也可能要到那个阶段才，因为它那一个饱和、饱满、圆满的讯息是融在一起的，就是还要坦白说，就是还要再等一阵子，或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哦，那你们两个会对彼此应该会有一个新的想法。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离你最近的一些事件跟什么哦。力量，如果翻开力量，我直接翻开这个好了。哦，力量牌出来的时候，那一个缓慢的进行，跟无形的力量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已经被定下来的时间表啦。然后那个时间表走完，它会对于你们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进展会发生。可是前面那个时间表也要走，那我会把它形容成时间表，是因为每一步都会增强你们两个相遇或是意识到彼此喜欢的那一个力量跟力道啦。那力量牌出现在这个所谓现在附近的位置的话，它在讲的是说，现在有别的事情已经定好，让你们慢慢走到，应该是有感受到可以交往的那个端点啦。那这个力量牌会比你的意识和他的意识强，所以顺着他走就好了。那这个很难解释，这个怎么解释成最白话？最白话就是他现在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然后你会常常跟他相处到，那就我只能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可能对你附近的朋友再更好一点。可是我觉得今天选择2号牌的朋友，应该有可能会有点想到是谁哦。
他有可能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然后其实你有一点点喜欢，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出手跟这个人靠近，然后又有点觉得这个人离你有点远，那你也感觉得到这个人对你有好感，对你有一些在意，也有点喜欢，因为他有的时候跟你讲话或聊天的时候，不在你的预设中的好，就是说你以为他有所防备，他跟你有点距离，有点冷漠，可是他每次跟你讲的时候，你会觉得都超乎你意料的舒适、舒服和幸福。但是就没有持续下去，没有延续下去，就是没有再更深入，这样一直维持在某一个端点。可是这个就是金币能量在这边说的，你们有保持在一个很固定的关系里，然后后面会因为有一些该走的时间表，譬如可能会消失，会离开彼此眼前好一阵子，是几个月到1年都有可能哦。或是他有一个模式是，本来你们是每个月都会见到，或是2个月会见到，他现在会再拉长加倍这样。那中间会累积某种他对你的思念，或你对他的思念，然后产生我刚刚讲的那一种稀罕程度，直到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会加倍的亲近。那这整个流程，我刚刚讲这整个流程跟可能已经定下来的这个时间表，就是我说力量排在底下已经做好的。那为何要力量？表示他觉得这个节奏跟这个脚步才能够比较在对的时间和自然而然的走到那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无法推及，无法赶，因为故事线不是只有在你身上或在他身上，也有旁边人的很多故事线要发展啊。你们2个不可能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最后要走在一起这个故事线上，它是融合了各种附近的能量，然后穿梭，告诉你说这个节奏对于你们2个的关系进入有感觉、有意识到彼此互相喜欢的那个端点，前面这个节奏是最好的。那再加上权杖1。他直接把它打破说，还在一开始，就是说你们的情愫要走到那一个澎湃的结束，澎湃的开始。他的意思是说，火能量不够，现在还没有持续的能量啦。也就是说，那个火车要用的燃煤现在还没有完全运到这个火车上，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立刻走到那个点，甚至也还没确定要走多久，懂吗？就是在路上还在走啦。主要是这个火能量偏少这里都有一种火能量偏少，是土能量太强。当土能量很强的时候，尤其是火能量太强的时候，火在土的能量上面其实本身就起不了作用，所以在是以土能量为主宰的状况来说的话，表示时间表示你无法掌握的，你无法更改的，你只能照它走，它慢你就要跟着慢。那这里火能量所带来的，就只是说，似乎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了啦。可能是最后一个阶段，可能也是倒数第2个阶段。他这里只能说，他现在正在新的篇章刚开始，所以很有可能比较接近我刚刚说的金币9的这个新篇章要开始了。你们可能会开始有一点点分离一阵子，比较少遇到彼此，没有像以前平常那么容易遇到。可能是要进入这个篇章了哈，因为我们一翻开来是金币8，那它就是在金币8的这一个顺序里。有的时候牌面它不是只是讲几个关键讯息，然后大家组合在一起，没有，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下这整个进程跟这个流动已经走到哪里了。尤其它在这个牌阵上，它一开始这张牌对我来说就已经定义了你们关系的流程，可能现在是到这里。只是我要再找其他的佐证来确定那他后面都这样子说了，那我只能跟你说，就是对我来说还有9跟10的事情要发生，还有一个流动。那会发生什么？会什么？刚刚前面已经讲了。那我们用时间来说的话，那就是可能你们的关系要到有恋情恋人的话，可能还要2、3个季节，因为它这个金币9的能量遥望的。自己的，因为他会进入一种你自己比较爱你的状况，接下来会进入这个状况哦。不知道为何，你可能对于渴望喜欢别人，对别人有爱恋，有什么的这个，你突然觉得疲乏了。它有点像是你房间本来都贴一些很漂亮的东西，因为挂很多很彩的东西，你突然有一天就觉得我要清空，我要最简单，我要墙壁什么都没有，我要白白的。我希望我躺在一个空的思绪的房间，他有时候就是人会有一个这个起起落落，那他这里就会有一种，你突然对于自己很重视，好像2个人都要同步进入那个状况了，所以就有可能会有一种躲起来跟孤独的渴望。我觉得他在这里给我的这个讯息是这个，他有点静了，安静的静了。好了，也有亲近的近，
整洁干净的净，开始有这个取向了。它不是说金币九都是这里，可是今天这个金币九往下走的时候，我觉得是往这个地方走的一个变化。那我只能说，如果你最近要开始这样子的话，享受它一下，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你能够感受到所谓的自己很重要。那这个感受到自己的片刻，我觉得是蛮好的开窍时刻，所以要感受一下。尤其这里就已经说没那么快，刚刚我前几期有讲了，没那么快哦。那他们这里都说没那么快了哈，尤其这里翻开来说，这些外力的能量我都觉得不够强了。那他都说没那么快了，然后他又说，可能你会进入一个个人很强的非常想要享受自己的那个时候，是需要经历的，那就好好经历啊。我都会觉得，通常感受或是你的状态有个大改变的时候，通常都是开窍即将来临的时候，就要尽情的享受它，尽情的享受它，尽情的感觉它，尽情的用直觉去决定事情。好。那如果他这个流程是这样，那就可能你跟他都可能要接下来接近这个状况。那就如果2号牌的朋友有，那就一定要好好利用它，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开窍，可能是你们下次再相见的时候一个全新的吸引力的产生哦。那它也有可能是两个都同时开窍，或者进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们的契合度也会高高的提升。那就可能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土能量发挥就是告诉你说不需要急啊，因为那个你们还有自己的功课自己功课做完之后的预见的新能量要发生。它应该是有这个顺序。那2号牌的朋友，小小的总结就是，他应该就是你生活中目前啦很容易遇到的频率很高的朋友，只是你们中间那个情愫还没有起来。好。你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毕竟这里看起来时间是还没到。好，那但是这样哈，那我们来一样翻2张天使牌来给你2个讯息，来针对这组牌哈。如果讯息不是，我觉得它不是对这组牌来讲，我就也是告诉你了，可能是在对于你现在的状况给一些建议哈。好，来2张，第一，好，第2。好，来，我看一下，我戴一下眼镜。好啊，看第1张是什么？24哈，24是那个哈胡亚。24讲的是什么 ？protection, protector。它是一种我觉得它这里有一个自我保护很强的概念我觉得它这个比较蛮符合我们刚说的，可能要进入金币9的状态，他可能个人更自我。可是我觉得我得到他的提醒是，当你越来越接近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你反而有可能要面对某种不自信有可能会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么接近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无所不能，你能做到各种事情。然后，可是你非常接近自己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统合了各种经验，才发现你很多事情都只做了一半，你都表现的其实只是半吊子，你都表现的常常自己放弃。他这组在提醒你说，你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进入非常清晰看到自己的阶段。那个阶段记得一点，在审视自己、清理自己、整理自己的同时，要更加的保护自己。所以你要有很多自己勉励的自己的话，你可能要跟自己说。但是，虽然我没做的那么完善，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确实有感受到自己的尽力而为啊。我也有享受过那个过程我也有享受过，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的那个瞬间所以你后来的这一个很接近自己。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发现自己很多事情都只做一半什么的，这种检视的当下这个时刻，并不等于之前你在那个过程里的自己所以你要有这个思维来保护自己。记得不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变成一致性。不同的时间点的你，基本上也是不同的。你所得到的概念，你所得到的升华，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那你现在的这一个很深入自己内心的审视跟想法，这只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也有可能正在考验自己
那这份痛苦跟什么？那是因为太多的比较。我觉得每一个时刻的自己都是很珍贵的。也许有时候会进入这种比较状态，更加的深入自己，来看清自己。但是，我觉得以我的概念来说，我觉得每个过程都有很不同的自己，享受那个当下，就是享受那个当下，跟未来、过去，享受那个时候当下，就是好几种当下了，每分每秒都是那个当下了。只要你有能够深刻感受到你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好，知道哈？所以这一个机制，我把我这个想法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不要让自己被拉到自己的深渊里，不要把自己拉到那一个你以为的悲剧里，你以为的委屈里，你以为的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世界里，不要这样子。好，尽量不要。好，因为你总会再缓过来吧，好吗？你只要去体会它。好，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哈。19哈，我最喜欢的数字。利维亚哈，我看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2张搭配的很好因为利维亚讲的是一种深层的记忆，那这个深层的记忆常常是你会被你遗忘的深层的记忆，那这个深层的通常我觉得它包含的是所谓的极高的善意，极高的善意，那你会被遗忘，所以我觉得符合我刚刚前面讲的，你不要忘记了你过去的当下的自己，其实也表现得非常好，你不要忽略了当下的自己，在那个过程里，你也是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你觉得那时候觉得自己是最好，那就是最好的。那他这里在讲的是这个，他为什么说是非常有高度善意的记忆？因为他让你回忆到的某个记忆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它并不是让你想到过去的痛苦难过，是为了要再伤害你一次。没有，我都认为他在讲的善意是告诉你说，有的时候回想过去的痛苦的时候，只是让你检视，或是发现现在的自己有多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你有过去的那些，你让自己有立体化到现在好像很真实，而且你喜欢现在的自己，是因为你能够回顾看过去的事情，把它成为一个回忆。你在现在能够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强壮，虽然我刚前面讲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时刻都很珍贵的，那就表示你也要回忆起当时你在那个痛苦里的时候，你的坚强跟你的忍耐。也许你现在不用再经历了，可是你会很佩服当时你怎么熬过来的，你怎么经历的。我们讲的是痛苦，当然快乐的也是。你那个时候对于第一次的某种快乐，经历过的某种风景，你的那个雀跃，也许现在不再有类似的或是一样的，但是你会相信你当时那个快乐是你人生里面遇到的第一快乐，而且你终于能够诠释快乐是什么，同等于痛苦是什么。所以他这里所谓的当你回忆起某个记忆是非常高度的善意的，它并不是恶意的让你想起，也许有其他的恶意让你想起，可是我们可以茁壮到每次回忆到某些记忆的时候，都同时证明了我们已经走到现在了。我并没有特别喜欢现在的自己或是过去的自己，我喜欢每一刻的自己，好吗？其实这2张牌是相辅相成的。好，希望给你一些指引，你能够听得明白哈。好，那就这样。那今天的没有特别长哈，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一些重要的讯息哦。好，希望对你有帮助。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